首先在400克面粉里面加入2克泡打粉、3克食用盐，再加一点13香，先搅拌均匀。温水220克，里面加入3克酵母，搅拌融化之后，在面粉里面打入1颗鸡蛋。鸡蛋搅散后，把融化好的酵母水也加进去，把面粉搅拌成絮状。之后在里面加入20克食用油，揉成光滑面团。揉光滑之后，再加入10克食用油。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表皮风干，锁住水分。之后盖上保鲜膜，放在一边发酵。面团已经发好了，可以看到加入油之后，面粉可以快速起筋。这样就保证了做出来的面食口感会更加劲道。在案板上抹入少许食用油，取出面团，按压排气就行了，不要反复按压哦。然后整理成长方形，再分成宽度约2厘米的面条，喜欢细的也可以切得细一些。把面条放在案板上，双手揉搓，揉成长条。揉好之后，两头对折。捏住两头，向着反方向揉搓，最后再对折一下就可以了。把尾部捏严实，收在下面。盖上保鲜膜，2次发酵30分钟。2次发酵一定要充分一些，这样保证做出的面食口感会更加蓬松暄软。发酵好的状态就是拿起来轻飘飘的。油温6成热，开小火下进去。炸至定型之后要不停的翻面，这样保证两面受热均匀。别看这个是油炸的，炸出来的成品真的是一点都不吸油。炸至金黄，里面熟透，捞出来。我们先听一听它的声音，非常的酥脆悦耳。撕开可以看到里面是拉丝的，非常的蓬松暄软。这样做的面食既结合了油条，又结合了麻花，非常好吃，而且做法简单，喜欢的话就试试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胖，今天用4斤鸡胸肉分享一个馋了就吃它还不长肉的肉食。2颗大葱切成段，1块老姜切片，放入碗内，加入温开水，泡出葱姜水。鸡胸肉我已经提前清洗干净了，现在准备处理一下它，先把它切成小块。这是我1个月的量，所以做的比较多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。把泡好的葱姜水过滤一下，加入3大勺木薯淀粉，这样可以增加鸡肉的鲜美，而且吃起来还会有嚼头。搅拌成没有干粉颗粒。把鸡胸肉放入在料理机里面，还要在里面多加一些淀粉水，这样搅拌的时候不容易损伤机器。搅拌成像这种比较细腻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现在开始加入食用盐、鸡汁、白胡椒粉，根据个人口味调下味。再把淀粉水倒进去，顺着一个方向把所有食材搅拌融合。搅拌的时候要顺着一个方向，这样容易起劲，且搅拌时间有一点长，大约需要20分钟。搅拌至粘稠拉丝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烧一锅开水，水开之后关火，在虎口处挤出丸子，用勺子放进去。丸子快满锅的时候就可以开火了，煮至丸子浮起来，再把浮沫撇去。丸子煮熟，用漏勺捞出来，过一下凉水。过凉水之后再捞出来，放进漏篮里面控干水分。这样做的鸡胸肉丸子简单好吃，还零脂肪，所以馋的时候可以吃它。口感也很 Q 弹，减肥期间或者是不想长肉的，选择它都是不错的。而且吃法很多，煎着吃、炒着吃、做汤或者是打火锅，怎么着都行。保存的时候可以选择冰箱冷冻保存，1个月都不会坏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胖，今天分享一个海带的新吃法。准备1张海带，家里面如果有肉质比较薄的青色的海带皮，效果会更好哦。先把海带切成细丝，再用刀切几下。
接下来碗里面打入3颗鸡蛋，把搅好的蛋液加进海带丝里面，加入食用盐，再加入2勺淀粉、3勺面粉，搅拌均匀。电饼铛刷油，把调好的海带面糊倒进去，盖上盖子，选择馅饼模式，焖5分钟。5分钟过后翻个面，合上盖子，再焖2分钟。香喷喷的海带蛋饼马上就能够出锅了。用刀分成小块食用，真的是好香啊！这样做的早餐饼筋道、简单、营养还好吃，喜欢就试试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胖，今天用4斤五花肉做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下饭菜。买来的五花肉清洗干净，中间切1刀。凉水入锅，把切好的五花肉全部放进里面，加入料酒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。这是家里面准备的南瓜干，和猪肉搭配起来很好吃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也可以用其他干菜代替。没有南瓜干的话，也可以用海带，猪肉配海带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把海带稍微卷一下，切成细丝备用。切好之后放进盆里面，猪肉煮到5成熟就可以了，关火，控水捞出。用刷子蘸上蜂蜜，涂抹在猪皮上面。油烧热，先把猪皮煎一下，煎的过程中会溅出油花来，所以要用盖子挡上，以免烫伤到自己。煎至表皮金黄，捞出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也可以选择不煎猪皮。再把五花肉切成片，厚度大约3毫米。切好之后放进一个大一点的盆里面。再准备1盒甜面酱，先声明一下，我这里的甜面酱口味是咸的。把甜面酱倒进五花肉里面，抓拌均匀。每一块都沾上甜面酱就可以了。干菜里面加入食用盐、豆腐乳汁，抓拌均匀。抓好之后稍微整理一下，把猪肉的皮顺着一个方向码起来。然后依次摆入到盆内，猪皮朝上。全部摆好之后，就可以放到笼屉上面开始蒸了。因为我一次做了4斤猪肉，量比较大，所以选择了地锅。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蒸2个小时，然后关火再焖半小时。色泽红亮、香喷喷的大盆蒸肉就出锅了，比红烧肉简单还好吃。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，有时间的话再去试试哦。首先准备200克的大米，提前浸泡1夜。泡好之后放到料理机里面，再加入200毫升的清水，打成米浆。打好之后，我得到了450毫升的米浆。准备玉米面270克，用大约150毫升的开水先烫一下。烫过之后，玉米面它的口感会变得比较细腻，吃起来也好消化，像这个状态就行了。再把打好的米浆倒进去，先搅拌搅拌，再加入3克酵母，1勺白糖，喜欢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顺着一个方向把酵母融化，搅拌成无干粉颗粒，呈流线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盖上保鲜膜，放在温暖的地方密封发酵。上面有气泡，用勺子推开，里面有网状结构，说明已经发酵好了。再排下气，这样吃起来不粘牙。电饼铛选择馅饼模式，无需刷油，舀起1勺，垂直下低，摊成饼状就行了。上层有气泡形成，并且底部能够轻松用铲子推动，就可以翻面了。全程大约需要2到3分钟就能够出锅了。如果不确定的话，用铲子按压一下，能够迅速回弹，说明内部也已经熟了。色泽金黄，非常柔软，不仅有玉米面，还有大米的香味，非常的好吃，而且做法相当简单。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哦。我是阿胖，谢谢您的观看。
今天去镇上看见别人拉了一大车菠萝，发现挺新鲜的，就买了一些，结果老板不给我削皮，因为很便宜，3块钱一个，买的人很多，所以老板不给削皮。我就问他不削皮怎么办，他说你回家像切西瓜一样切就行了。然后我就研究该怎么切。第一步就是把菠萝的头和尾去掉，之后再对半切开，切开之后再对半切开。碰见大一点的菠萝块再平分2半。接下来用刀从底部分离果肉和果皮，也可以站立起来这样切，把黑色的部分去掉就行了。做过实验之后发现这个方法其实也蛮好的，切得挺干净。放入凉白开里面清洗干净。所以家中有客人的话也不用发愁了，用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。洗干净之后捞出来，再准备1碗凉白开，加入1勺食用盐，把切好的菠萝放进去，除去里面的酸涩味，大约泡上30分钟。泡好之后把菠萝切成小块，还可以加入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香蕉，做成水果沙拉。淋入酸奶，加一点麦片，尤其是这个口感比较酥脆的麦片，加进去真的是超级好吃。所以以后买菠萝，老板即使不给我削皮，我也不怕了，只要能给我优惠一些、便宜一些就行了。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哦。